依据以前学习过的内容，我们知道溶液为均匀的液态混合物，例如泡一杯清茶、烹饪时所使用的料理米酒，还有早餐常喝的牛奶以及咖啡。然而，这些溶液所显现的特性都是一样的吗？什么是溶液？溶液是由2种以上物质均匀混合的混合物，组成溶液的粒子均匀，肉眼上无法分辨，也无法用清晰法分离组成物。尽管如此，所有的溶液仍可以在物理或化学方法的范围内分离出内容物。在形成溶液时，溶剂将溶质分散的过程称为溶解，其中含量较多者称为溶剂，含量较少者称为溶质。然而，就日常生活中接触到最多的是水溶液。对液态水溶液而言，不论水的含量有多少，都是以水为溶剂。例如 95% 的酒精水溶液中，酒精占 95%， 而水仅占 5%。 以食盐水为例，将食盐加入于水中并搅拌使其溶解。若食盐完全溶解于水中，此时这一杯食盐水就可称之为食盐水溶液。若一直加入食盐并搅拌，最后发现有固体食盐没有溶解，此时整杯食盐水因含有固体，则不能将此称为食盐水溶液。若把这杯含有食盐固体的食盐水经由过滤后，去除掉固体颗粒的这杯食盐水，又可以称为食盐水溶液了。我们知道物质状态一般可分为固态、液态及气态等3态，因此若以溶剂的状态来分类的话，可以将溶液分为气态溶液、液态溶液及固态溶液等。其中液态溶液是最为熟悉的，因此溶液2字通常指的是液态溶液，如表所示。首先，我们来看表中的气态溶液。气态溶液中，溶剂为气态，溶质可以是气态、液态及固态。例如空气，空气主要是由 78% 的氮气、21% 的氧气及 1% 的其他气体所组成的混合物。氮气量多，所以为溶剂，其他气体则为溶质。接着我们来看层积云这个实例。云的种类很多，其组成不尽相同。例如漂浮在天空中的层积云，一般是由许多细小的水滴组成的，分散在大气中，溶质为液态的水滴。再来，我们来看烟这个实例，焚香所产生的烟雾中有固体的碳粒。接着来看表中的液态溶液，液态溶液中溶剂为液态，溶质一样可以是气态、液态及固态。例如汽水是以高压的方式将2氧化碳溶于水中形成汽水，酒是酒精和水的混合物，糖水是将糖溶于水中以形成糖水。再来看表中的固态溶液，固态溶液中溶剂为固态，溶质一样可以是气态、液态及固态。例如除氢金属，有些金属或合金能在一定的温度和压力条件下，使氢分子先分解成氢原子后，氢原子便见缝插针般地进入金属原子之间的缝隙中。铝汞剂，汞剂为水银与其他金属的合金，当少量水银滴在铝金属上，二者互溶在一起形成铝汞剂。而黄铜为铜与锌的合金。看完了这些例子，相信各位同学对于溶液应有些初步认识了。溶液不一定视为液体，只要是均匀混合物皆为溶液。我们也可依照溶质粒子的大小来分类，可分为真溶液、胶体溶液及悬浮液3种，如表所示。溶质直径小于10的负9次方公尺及1奈米时，称为真溶液。这类真溶液的溶质粒子都为小分子、原子或离子，例如糖水、食盐水等，溶液会呈透明状。
若溶质直径大小为10的负9次方至10的负6次方公尺，即1至1000奈米，且能均匀分散于溶剂中者，称为胶体溶液。例如豆浆、果冻，由于溶质粒子是以分散的方式均匀存在溶剂中，因此将胶体溶液中的溶剂称为分散酶，胶体粒子称为分散值，而整个胶体溶液称为分散系。若溶质粒子直径大于10的负6次方公尺，即1000奈米为悬浮液，而悬浮液经由长时间放置后，液中的粒子最后会沉淀析出，不属于均匀混合物，如自来水厂的净水过程，会将混浊的原水先流经沉淀池静置，颗粒较大的杂质就会沉到池底。阳光在晨雾中会呈现一道道的光束的景象，用手电筒照射稀牛奶时，会产生明显的光束；若是照射在糖水时，则没有这种现象。然而想一想，为何会有这种现象呢？回想之前所介绍的内容，雾和牛奶是属于胶体溶液，而糖水则是属于真溶液。而胶体溶液和真溶液最大的差异是在于溶质粒子的大小。当光线通过胶体溶液时，由于胶体粒子较大，足以散射光线，显现出一条光亮的通路。此现象是西元1871年由英国的廷德尔所提出，古称为廷德尔效应。利用此现象，可用来分辨区别真溶液及胶体溶液。日常生活中处处可见到胶体溶液，通常将具有流动性的胶体溶液称为溶胶，例如米粥、胶水；若呈现凝结乳胶状者，称为凝胶，例如果冻、羊羹、沙拉酱等。今天学到的知识进行整理。溶液为均匀混合物，其组成为数量少的溶质和数量多的溶剂。水溶液则以水为溶剂。依溶剂状态来分类，可以分为气态溶液、液态溶液及固态溶液。依溶质粒子大小来分类，可以分为真溶液、胶体溶液及悬浮液。可以利用廷德尔效应来分辨区别真溶液及胶体溶液。日常生活中，我们可以接触到许许多多不同形态的溶液。同学们请准备一支雷射笔，找寻一下日常生活中有哪些是具有廷德尔效应的胶体溶液。那么同学们都学会了吗？其实溶液是指均匀的混合物，不要只以为溶液只能是液态，尚还有固态及气态。然而溶液除了以溶剂状态、溶质粒子大小来分类外，尚有其他依不同需求来分类。例如以导电性分类，可分为电解质溶液及非电解质溶液；以液态溶剂种类来分，可分为水溶液及非水溶液。